冷静冷静，各位冷静，各位小姐冷静啊！冷静啊！各位小姐冷静一下，不要激动啊！大家不要激动，各位小姐冷静啊！冷静一下，各位小姐，不要激动。裴少帅，少帅，少帅！哎呀，裴少帅、苏少帅，真是的，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出去迎接你们呀。夫人是长辈，怎好劳烦？况且我们刚从百乐门那边过来，也没带随从。夫人，光耀可来了。他早就到了，刚刚还同婉婷一起招呼客人呢。夫人不必费心招待我们，我们自便就是。好呀，好呀，慢慢玩啊！好好玩，朱师长。裴少帅，崇德女中，谭桑榆。这是？我今天来呢，就是跟你打个招呼，顺便通知你个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谭桑榆要追你，裴少君。什么？伤风败俗？你是个女孩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要追他？那怎么了？我可是新时代女性，思想自由。关耀，关耀，叫你喝酒你不来，自己提前跑来陪穆小姐说话，好性子啊！口舌轻薄，关耀必是有正事的。我猜也是，他向来这么稳重，怎么会看上那个刁蛮张扬的穆家小姐？看你神色不对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少帅，督军快到了，我们去迎接吧。督军好！哈哈哈哈哈！穆公，督军，别来无恙啊！督军莅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穆公过谦了，穆公才是上海第一大亨啊！以后咱们成了亲家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还望穆公多多关照。督军说笑了，我一个生意人，哪敢关照督军府啊？该是督军庇护我们才是。哈哈，二位贤侄也来了。你们跟光耀既是同窗又是发小，今天借穆公的宝地，你们兄弟三个好好聚聚。师伯，外面风大，我们进去聊吧。请。徐伯伯。光耀哥哥。报告，进来。司令战报。报告。司令战报。
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这么高、短发、很可爱的女学生？没有，小姐。哦，谢谢。老裴，这光耀都被拉去应酬了，你别只光顾着自己喝呀。走，咱俩转转去。你想去就去，别带上我。别呀，难得能碰见这么多漂亮姑娘，不能浪费这大好时光呀。唉。哪个不长眼？抱歉。哎呦，是我不长眼。这是天女下凡了。哎，被人撞傻了。收敛一点儿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老裴，快，你快帮我找一下，我丢了个东西。你丢什么东西了？我刚才第一眼见他的时候，我的魂儿丢了。怎么样？我说过我们不会输。哎，这三营啊，有个叛徒，差点就给督军府发报，好在营长发现及时，要不然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上海滩能者居之，所以啊，老天都在帮我们。哎，我说啊，你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险啊？是不是就没你怕的事儿？你知道这一天我等了多久吗？我可是准备了整整10年。是。哎，我谭家军的弟兄们终于有了安身之地。为了今晚的胜利，干一杯！啊，这徐伯钧啊，现在还在木公馆参加舞会，为他的五省联军筹款呢。他可万万想不到，这上海啊，马上就要变天了。走吧，我们也尽尽地主之谊。走。居然是上海的布防图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历？上海属越城督军府管辖，我们在徐督军的庇护下，上海才有了一方平安，我们才能够安安心心的做生意。我建议，我们代表上海工商界，敬徐督军一杯。伯君兄，哈哈哈哈哈！各位，木公所言不尽然，
其实是我徐伯钧离不开上海工商界的支持。今日前来，一是为了答谢各位多年来对我徐某人的厚爱，二是我与穆公10几年来相互扶持，彼此情谊深厚。如今两家儿女已经长大成人，我希望这份情谊能在晚辈身上延续下去。我先干为敬。好，来，干！好。现在我宣布，今晚的舞会开始。下面请各位把舞池让给我们的一对璧人，徐少帅、穆小姐。好啊，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你该邀请的是婉婷，这样说话方便。但是我不太会。没关系，我带着你。别耍小孩子脾气，客人都在呢。可是明明跳舞的人应该是我呀。行了你，里面是什么？是一张上海的城防图。城防图，确定？我确定。穆公，这位小姐是？啊，我跟我前妻的女儿婉清，刚从日本回来。都长这么大了，若不是当年罗督军，两位督军莅临寒舍，战火硝烟的事儿我们就不谈了啊。穆公，伯君兄，这个成立五省联军共同抗敌之事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两位督军谈的是军务。穆某不懂，我先去招呼一下其他客人。这个穆公啊，没等咱们张口就走了。他心知肚明，军饷的事情我们有求于他。他这种态度是表明了不想掏钱呐。依我看，不如今天晚上将他一军。今天晚上我们就推选出联军总司令。我在日本的时候辅修了建筑学，那个上面有等高线地形图，还有上海周边的军事标识，并且连桥梁、道路的宽窄都记录得很详细，很明显是一张军用地图。但是跟普通军用地图不一样的是，每一个标识后面都有驻军人数，还有一些箭头，我猜是进攻方向。糟了，你是不是知道那人是谁了？我妈妈的骨灰还在那儿。我答应你，一定把你妈妈的骨灰找回来。你等我一下。诸位，听我裴某人说两句。今天诸位嘉宾齐聚穆府，共襄盛举，感谢穆公盛情款待。我还想提醒一下诸位，前方激烈的战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革命军不可小觑。
如果我们华东五省再不联手，任由革命军摧城拔寨的话，接下来将要倒霉的，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了。既然今天各镇守使、各司令都在场，我们可以借由木工的宝地，推举华东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人选。这个提议不错，是啊，是不错啊。我裴某人首先推举的是越城督军徐伯钧。诸位有异议吗？看来由徐伯钧担任联军总司令是众望所归。对，好，弟兄，行，鼓掌。好。如果都没有异议的话，我裴某人现在就可以宣布了：华东五省联军总司令由越城督军徐伯钧担任。我反对。你是什么人？知道私闯木公馆的舞会是什么下场吗？我是谭家军少帅谭玄林，江城镇守使谭子尧是我的父亲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谭子尧的遗孤啊！啊，应该不会有人邀请你参加木公馆的舞会吧？我的父亲曾经是江城司令，我叔叔谭子杰现在仍然镇守江城。这选联军总司令怎么能少得了我谭家呢？没错，谭家确实是名声在外啊。堂堂镇守使，竟然死在一个马匪的手上，你爹也是头一份啊！谭家马匪出身，这是赶上黑吃黑了，着实可惜。这位小兄弟，大家今天无意冒犯令尊，只是就事论事。不过今天的推举确实与你谭家无关，所以请你马上离开。我们自然不会跟一个孩子计较。徐督军，可别把我当孩子呀！你们谭家的番号10年前就被取消了，你怎么还有脸敢闯到这里来？如果再不识相，我可就要叫人把你轰出去了。我这次来啊，正好趁着大家都在，宣布一个好消息：上海防守司令部已经由我接管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的人身安全都由我来保证。你来接管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吾相应人呐！徐督军，别费力气了，我来叫吧。吴相应。吴相应，不好意思，徐督军，现在上海防守司令部只听谭少帅的命令。
好啊，谭玄林，你竟然跟我玩阴的，你这是造反！这上海十里洋场本来就是能者居之，你徐伯钧可以，为什么我谭玄林就不行呢？小子，你还懂点礼义廉耻吗？啊！革命军来势汹汹，你居然在这调转枪口对着自己人！哟，裴督军，现在说我是自己人了，怎么样？被小兔崽子咬一口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岂有此理！把他抓起来，我看谁敢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谭玄林，把枪放下！原来是徐督军的公子啊！你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我不想取你性命。上海是我徐家的地盘，你让其他宾客先走，不要连累他人。我们的事可以坐下来谈。谭玄林，你这是找死！徐督军，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状况。这木公馆已经被我包围了，这铁路、公路、码头都有我的部队驻守。就算你们出了木公馆，也出不了上海啊！你给我出来！把枪给我放下，否则我就打死他！关我屁事！对啊，你为什么要拿枪指着我？别跟我演戏了，她是你妹妹，我说的没错。姑娘，我什么时候认你做的妹妹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记忆力太差了。你告诉我，我认过你做妹妹吗？对啊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他是谁啊？你抓错人了吧？刚才他进来，你看他的眼神就开始闪躲。你们又都姓谭，还跟我说没关系。反正我数3个数，你要是不把枪放下，我就开枪打死他。姑娘，别怪我不救你，要怪就怪你跟我一样都姓谭。开枪吧！3、2、1，开枪啊！不要生气。谭玄林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徐督军，只要你和裴督军联合向全国通电，承认我对上海的管制权，我立马放你们出城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，我就是不发通电，你能奈我何？在场每一位的性命都比我谭玄林的值钱，但是，如果我把上海向革命军敞开呢？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督军，还有镇守使们，不就被我一锅端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要挟我，没有筹码，怎么谈条件？徐督军，要么你就安安稳稳地做你的联军总司令，把上海让给我，我帮你管着；要么我就向革命军投诚，让你们再上一次战场。怎么样？2选1，选吧。谭少帅，你不过是要上海的管制权，大可不必搞得这么难看。说来听听。谭少帅，其实我很同情你。谭家军10年前被取消了番号，你带着一支无家可归的军队到处流浪，想必吃了不少苦。不如现在让你加入我徐家麾下，我副帅可以保举你出任上海司令，如何？读书人就是巧言令色，但是我不吃这一套，还是刚才的选项2选1，其他的免谈。
文清，你要干什么？放了徐少帅，否则我开枪打死你。穆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今天下午在远东饭店，咱们还出双入对的，这晚上就拿枪指着我，真是太令人心寒了。你少胡说，明明是你绑架的我。会玩枪吗？别走火伤了自己。少说废话，我母亲的骨灰盒呢？这样吧，你让他把枪放下，我就带你去取。婉清，别听他的。新欢旧爱，2选1，选我还是选他？谭少帅，我不知道婉清之前跟你有什么过节，但是她的亲生母亲前不久在日本刚刚病逝，她为了完成母亲的愿望，叶落归根，所以还请少帅不要做亵渎亡人之事。莫老板，我对尊夫人没有丝毫的不敬，这骨灰我也妥善保存。只要徐督军一发通电，这骨灰我双手奉上。除非如光耀所言，你偷给我的麾下，否则绝无可能。通电全国，兹事体大，我也不是不给你们思考的时间，只不过徐少帅，你得跟我走一趟。等一发通电，我立刻送你回去。慢着！放了他，我跟你走。婉清，婉清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爸，我必须去拿回母亲的骨灰盒。这位谭先生，我给你做人质，你不要再为难我们穆家的客人了。妈，这丫头疯了吧？好一对亡命鸳鸯，你倒是给我证明，你比他更合适。我是穆家的长女，又是徐家的儿媳妇，你把我带走是一箭双雕，同时掐住了2家的喉咙，还有谁比我更合适的？徐家的儿媳妇儿，今天徐家来这里，就是来提亲的。刚刚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了，是我和徐公子跳的开场舞。好，看来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吴强英，把人带走。姓谭的，带我走，放了穆小姐。带走。你。请吧，穆小姐。徐督军、裴督军，穆小姐的命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希望明天一早能看到通电。小四，给我滚出来！是啊。你竟然骗我们！裴少帅，我的姓名和电话都是真的，有空打给我啊，拜拜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啊！连个黄毛丫头都看不住，你丢不丢人呢？少帅，是我的过错。没说你是吧？你知道你今天差点坏了我的好事。可，你别生气了。你看，
今天你给我一个眼神，我立马明白你什么意思了。咱们俩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谭四，这几天他不能出学校。是。哎，哥，不是，哎哥，哥。 徐督军，我女儿可是替你儿子做的人质。如果明天早上不发通电，你们不会在我这儿再拿到1分钱的军饷。穆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别忘了，你在上海滩生意做得这么大，如果没有徐督军给你撑腰，你如果没有枪杆子傍身，你。 就算是富得流油，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一只肥羊罢了。那我就把话说明白。如果我的女儿有个3长2短，就算我是一只肥羊，你们也不可能在我身上再吃到1口肉。哎，别说了，事关他女儿的性命，穆公也是一时情急。 现在不是争长论短的时候。父亲啊，我觉得我还是想去一趟。我想再去劝劝那个姓谭的，现在正是用兵之时，如果能将谭家军招入我们麾下，也是一个好方法。谭子尧死后，谭家军一直靠给各镇守使打仗为生，这种有奶便是娘的雇佣军收到我们麾下，也不会效忠于我。父亲可以不必担心。 姓谭的，若是真有鱼死网破之心，自己通电全国，宣布占领上海便是。他既想得到父亲您的承认，就说明他并不想公然与督军府为敌，往左晚清。不过是想要个台阶下。少帅。 你这边也太不讲究了吧？这龙井怎么能用沸水泡？茶味都是苦的。不过饭菜还可以，就是油了点儿，下次送清淡点儿。你当人质当的还挺享受的是吗？既来之则安之，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不敢把你怎么样。 你干嘛？你把我妈妈的骨灰还给我。那就要看看你的准公爹徐伯钧什么时候下通电了。 你说话别离我这么近，我听得见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你真的要嫁给徐光耀吗？假的。哼，倒是坦诚。说说吧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替徐光耀做人质？徐少帅之前救过我，我替他算是报恩。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。 那么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，你为什么同意我替徐少帅？我之前说过了，这么漂亮的女人要跟着我走，我为什么要拒绝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？那你说的我就会信吗？你来上海，不仅仅是安葬你的母亲，对吧？
抽空拜读了一下。其实你才是穆家真正的大小姐。现在穆公馆的崔夫人，其实是你母亲的陪嫁丫鬟，你的妹妹是你父亲和陪嫁丫鬟的私生女，对吧？只可惜10年前你哥哥惨死，你母亲伤心之下带你远走日本，才让那个陪嫁丫鬟和私生女上位。这事搁谁身上，都会咽不下这口气吧？你少用激将法对我，我回上海就是为了安葬我母亲的。人家那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可你呢？是落草的凤凰不如鸡。你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该怎么过，我都替你发愁啊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。如果徐督军不发通电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夫妻一场，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担心我？少帅，徐光耀到了。我今天运气真好，把他带上来。是。徐少帅，请。万青，没事。徐少帅，不知道你这次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就看谭少帅怎么选了。哦，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要跟我谈判了？我要和你单独谈谈。谈拢了，自然是好；谈不拢，你大可绑了我，去要挟我父帅。光耀哥。怎么，我敢来，谭少帅竟不敢谈吗？徐少帅，想谈什么，我洗耳恭听。谈你的前途。有点意思，说来听听。裴督军，来喝茶。哎呀，徐督军，光耀这孩子，如果不是为了救幕府的姑娘，也不必降低身份，亲自登门去和一个马匪的儿子说事儿。这话就不用说了。光耀是一个有良心的孩子，他没有忘记，是我们家晚清替他受的过。原来这就是徐少帅说的帮我找的前途，听起来有几分道理。你若同意约法3章，交出兵权财权，并解散谭家军，这样，我父帅不仅发通电承认你，而且会以徐家门生的名义向陆军总部举荐你。等委任状一到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司令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此时入我督军府门下，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？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说得特别好，我很认同。那我怎么才能确定，在你父亲眼里，我是那只良禽呢，还是肥鹅呀？